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。我突发奇想，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郑重写下一段话：我未来的子孙，我是你们的祖宗宋16。如果你们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时光机，那么就帮你们的祖宗做点事吧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想发财，那么如何获得第一桶金？写完这些，我慎之又慎地将日记本放在了桌子上。我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？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。正当我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笔记本，和刚刚写的日记本很相似。见鬼，这个日记本是哪来的？随后我便小心翼翼地翻开了第一页，上面有一片密密麻麻的字迹。亲爱的老祖宗，我在你的遗物之中找到了这个保存完好的笔记本，看到了你的想法，你真是个天才。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一些物品传送到过去，但是这个技术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特别贵。为了改变我们家一贫如洗的境地，我决定花费自己所有的积蓄，给过去的你传送一个答案日记本。只要你在你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问题，答案日记本中就会出现相应的答案。第一页是你留下的问题，从哪里获取第一桶金的答案。历史上，也就是你现在的时代，在你写下这一页的3天之后，世界的北方将会爆发一场局部冲突，冲突的地点正好是生产石油的核心区域，所以国际油价会立刻飙升，从今天的30美元一桶飙升到21天之后的150美元一桶。具体怎么挣钱，这个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居然真有子孙后代回应，从未来给我寄了一个日记本。我立刻拿出手机，飞快地浏览了一下国际新闻。世界一片和平，根本没有半点要开战的味道啊！国际原油价格倒是与日记本里说的一致，30美元一桶。如果按照日记本里所说，21天的时间涨到150美元一桶，足足翻了5倍啊！可是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的日记本，却又时时刻刻提醒着我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吗？把自己全部身家投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，拼一把。可若是日记本上面的信息不准，那就血本无归了呀！我便再次翻开了日记本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写出一些尚未发生的新闻，证明给我看。写完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了答案日记本。只见日记本上赫然出现了一堆字。好吧，那我查一下历史上的新闻，向你证实一下。今天下午3点30分，在小日子北海道海域会发生9.5级地震。明天，某国议员米斯特会在国会上当众宣布出柜，引起轩然大波。这2条新闻都是尚未发生的，如果他们按时发生了，那么证明历史没有发生变化，我给你的信息也都是可靠的。于是，我便忐忑地等了半个小时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据测定，今天下午的3点30分，在小日子北海道地区海域，东经142.20，北纬45.80的区域发生了9.5级地震，并引发海啸。竟然真的发生了，时间地点丝毫不差。看来这个日记本还真是子孙从未来寄回来的。也就是说，3天之后，北方真的会爆发战争，国际原油的价格也会直接翻5倍。接下来就是如何操作了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。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，没想到真有子孙后代回应我。这方案是有了，问题是启动资金从哪来呢？对了，还有房和车呀。我马上给银行打去电话。喂，银行吗？我要抵押房子和车。宋先生，您名下有一处房产1辆车，按照市值大概在450万，但因为您的偿还能力有限，我们最多只能给您300万的额度，并且需要1周的时间进行审核。太难了。那算了，我着急用钱。看来只能找中介了。第2天，我直接找到了中介，把价值450万的房子以400万的价格卖给了中介。先生，我们的资金是实时到账的，您多留意一下手机，这些是您的资料，请您收好，有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宝贝，在干嘛呢？现在有点事，怎么了？你说。宝贝，我今天在商场看上了一个包包，很便宜，才2万多，我想要。西西，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，手头没什么资金，等过几天资金回笼了，我再给你买，买最贵的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就要，立刻就要。小丽的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，我要是没有就被他比下去了。你给我买一个吗？乖，我现在手上真的没有余钱，等我资金回笼了，立刻就给你买，买2个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明明有钱，却不给我买，小气鬼，不理你了。说完，对面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不管这么多了，先做最重要的事。我刚走出中介，就收到了到账提醒，银行卡到账400万元。到账还挺快，这些钱虽然已经不少了，但是这次机会难得，还是要准备充足一些。我突然想到了老王，以前没少借给他钱，我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。这不是我宋哥吗？
找我啥事儿？是准备请我喝酒吗？今天有点事，改天再喝吧。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你，你之前借我的那些钱能不能先还给我？还钱？为啥还钱？哥们，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，急需资金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记录，就这1年多的时间，你已经向我借了10多万了。这样吧，那些零头我就不要了，你先把10万还给我，这样行吗？宋哥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你家里那么有钱，有了事不向家里要，反而向我这个穷光蛋要，多少有点不地道。我家里的生意也出现了困难，没办法支援我。为了筹钱，我把自己的房子和车都卖了。什么？你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，把车也卖了？那我以后开什么出去潇洒？宋16，你是不是破产了？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急需用钱，能不能现在把那10万还给我？宋16，你既然已经把房子都卖了，想必肯定是破产了。与其把钱给你，还不如支援我这个穷人。这10万块我是肯定不会还给你的。再见。说完，老王干脆利落的挂断电话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这是什么逻辑？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的感情竟然敌不过这10万块。他的想法我大概能猜到，我已经破产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带他出去吃喝了，也不会再借钱给他了。对他来说，我算是已经失去了所有价值。欠钱的是大爷，真是世风日下。随后我便给李光打去电话。老宋，听说你破产了啊！我心中连呼好家伙，自己破产这件事全都是王五的一策。这仅仅几分钟，李光就收到了消息，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老王跟你说的吧？没有的事，不扯淡了。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，前一阵子你借我的1万多块钱，能不能先还给我？我有急用。宋哥，我这个月还没发工资，刚想给你打电话让你支援支援，你看这是闹的。我没再说什么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听说我破产了，打算把这1万块赖掉。等着吧，我暂时没精力跟你们计较，等1个月之后，我一定让你们连本带利的把我的钱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索性我也不会融资金了，手里这些钱也不少了。因为战争还没有开始，现在还是一片风平浪静，原油的价格在30美元上下浮动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将自己的400万现金全仓购入原油，并且加了一个50倍的杠杆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21天之后便是收获之时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。我卖掉房和车后，便用400万全仓购入原油，还加了一个极高的杠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条国际新闻刷新了整个网络。我操！下面是一条国际简讯：今日凌晨2点，北方突发局部冲突，事态十分紧张。我的个乖乖，真开打了！子孙后代撑不起我。只是1个小时的时间，国际原油价格就从30美元一桶上升到了39美元一桶，直接上涨30%。那加上50倍的杠杆，我的收益已经到了6000万！天啊，6000万！这可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挣到的财富啊！我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挣了足足6000万，简直就是一夜暴富。日记本里说这场狂欢要持续21天，21天后我就有花不完的钱了。快把音乐停一下！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亢奋下去了，不然钱还没挣到，自己先嘎了。我还没冷静下来，这时中介突然打来电话。宋先生，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今天您得把房子腾出来了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处理。日记本的事得瞒着家里，所以没法回家，只能先去女朋友那里住一阵子了。我二话不说，直奔女朋友家。西西，我来你这里借住一段时间，1个月之后就搬走。没想到他不仅没有开心，反而很冰冷。借住几天？你自己的房子呢？怎么不住？宋16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破产了？是王五跟你说的吧？别听他瞎说，我就是最近新投资一个项目，需要用点钱。你别再骗我了，王五都跟我说了，你已经破产了，把我们的房子和车全都卖掉了。怪不得我想买一个2万块的包，你都不给我买。你破产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是不是想骗我跟你结婚，然后再陪你一起还账？你做梦！我当场就亚麻呆住了，这一番话直接刷新了我的3观。拜托，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房子了？那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咱俩还没结婚，那房子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？还有，我骗你结婚，娶个你这样的败家老婆，就是不破产也得被你败破产了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在一起3、4年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地步的女友，竟然是这样一个人。看看你急了吧？幸亏王五把你破产的事告诉了我，否则被你骗婚成功，我这一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晨曦与你再没有半点关系，请立刻离开我家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就这么从晨曦家出来了，得感谢王五让我认清了这个人。这下好了，朋友们都知道我破产了，家还不能回，只能去酒店了。我正准备打车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喂，哪位啊？宋16，我是林雪，你在哪？你没事吧？
我刚从晨曦家出来，没什么事，怎么了？16，我听说你遇到困难了，你要是没有地方住，可以搬过来和我一起合租。一定是林雪听到了我破产的消息，怕我无处可去，所以才会主动打电话来邀请我去与她合租。没想到她还有这个心思。好啊，正好我现在无处可去呢，那就先去打扰你几天。我住在祁荣国际 B 幢3201，你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。说完，我便挂断电话。没想到啊，自己原本以为的铁哥们和知心爱人全都不靠谱，反而是不常联系的朋友患难见真情。很快，我便到达小区门口。先生您好，您似乎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我来找我朋友，他住 B 幢3201，姓林。保安点了点头，便给林雪打电话核实。林小姐，您不用亲自下来接，我们一定会把您的朋友安全送到。随后，这个保安便带我向着林雪家前进。2分半后，我就到了林雪家里。16，你来了。林雪租的房是一套 loft， 客厅房顶极高，坠下一束华丽的水晶吊灯，配合新中式装修风格，就体现出2个字：奢侈。林雪，这房子是你租的？房租的事你先不用管，安心住这里就行。宋16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也听说我破产的消息了？林雪点了点头。我看到好几个人发朋友圈说你破产了，真是世事无常啊！你那个女朋友甚至把你扫地出门，太不像话了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破产虽然很难，但不是末日。只要你振作起来，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。看着林雪认真的面容，我心中十分感动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此时的我就是一个穷光蛋，一个输光了底裤的丧家之犬。但即便这样，林雪还是愿意接纳。你就这么相信我啊？那当然，在我心中你一直是最优秀的那一个。看着林雪认真的样子，我决定把真相告诉她。林雪，其实我并没有破产，之所以卖房卖车，是为了筹集资金做一波投资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破产呢？不过我虽然没有破产，但是房子已经卖掉了，真的没有容身之地。你不会赶我走吧？当然不会，你就安心住着吧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我就这么在林雪家住下了。今天家里没什么食材，走，我请你出去吃大餐。好啊，那就让你破费了。反正只是出去吃个饭，我便没有再坚持，与林雪一起走出了大门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能力。我被前女友扫地出门，许久未见的林雪不仅收留了我，而且还请我去吃大餐。因为餐厅离林雪家很近，所以我们决定步行前往。此时，一个穿着清凉的美女一边向外走，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。晨曦，你已经到了，稍微等我一下。你也知道我住在祁荣国际，离那边很近。对了，你不是跟宋16分手了吗？我把我男朋友介绍给你，他们做工程的都比较有钱。这个说话的女子名为张雅，是晨曦的闺蜜，仗着自己年轻漂亮，3天换5个男朋友。就在这时，正在打电话的张雅突然停住脚步。晨曦，你猜我在祁荣国际看到了谁？这我哪猜得到啊，你快说吧。你当然猜不到，我告诉你，是你的前男友宋16，就走在我前面，并且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极品美女。什么？是宋16？你看错了吧？你不是说宋16破产了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祁荣国际，而且身边还有一个大美女？他都已经破产了，怎么可能会住那么高端的小区？更别说什么美女了。难道宋16没有破产？他会不会只是想找个借口把你甩掉，跟这个女的在一起？不可能，是我把宋16甩掉的，我们2个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话音刚落，从餐厅大门走进来2个人，他顿时瞪大了双眼。我们不就是简单的吃个饭吗？怎么跑到这么高端的餐厅来了？这里离我们小区很近，味道也不错，我经常来的。再说了，你最近那么累，早上我都不舍得叫醒你。听着我俩的对话，晨曦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我已经和他分手了，但是在他的内心中还是把我当成他私人的东西，容不得他人染指。宋16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扭头一看，竟然是晨曦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，我来吃饭，回见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晨曦，和林雪一起继续前行。这时晨曦却突然起身，挡在了我和林雪的面前。你想干什么？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可能是觉得我刚刚破产，却又和一个美女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心里有点接受不了。一旁的服务员也赶紧走了过来。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是你们这里的 VIP， 这个男人影响到我的心情了，立刻把他赶出去。听到晨曦的这番话，旁边的服务员差点笑出声来。女士你好，这位先生是同林小姐一起来的，而林小姐的父亲是我们餐厅的老板，林小姐的朋友就是我们餐厅最尊贵的客人，所以请您安静一点。此时的晨曦已经彻底懵了，就连一个普通的服务员都敢如此强硬的回对他。晨曦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今后互不打扰，形同陌路。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还请你自重。说完，我便和林雪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。晨曦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像是一个卖力表演又无人理会的小丑。
16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有些感叹，这些年的感情和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了这样一个女人身上。不说她了，说说你，毕业之后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？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又读了研究生，现在已经是一名正式律师了。你呢？你到底做了一个什么项目？需要卖房卖车才能凑够资金？我之所以把房和车都卖掉，就是为了做一波国际期货。什么？那可是你的全部身家呀，风险太大了吧？我做的是国际原油，这种大宗商品的波动小，风险也小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这次战争爆发前买的，并且我还加了50倍的杠杆。林雪都震惊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样的行为简直太疯狂了。 50倍的杠杆，那你的本金有多少？400万。那你现在的收益岂不是已经超过了1个亿？你已经赚了这么多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清仓把它们卖出去？不着急，再等等，只要战争一直打下去，原油价格就会一直上涨。这是看我有地方住了，迫不及待的想把我赶出去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就安心在我家住着吧，想住多久住多久，住一辈子都可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可就赖上你了。这么好的房子，我可是真要住上一辈子。好啊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接下来的半个多月，我几乎一直待在林雪家里，关注着国际局势以及原油的价格变化。已经涨到150美元一桶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赶紧掏出日记本。按照日记本里的说法，150美元已经到达峰值，很快就会迎来拐点，开始稳定下跌。看来是时候出手了，把它们换成真金白银。我便立刻将自己账户中的原油全部卖空。2个半小时后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。我操！终于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疯狂享受了。先买车，没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我突然想起来以前王五给我介绍的一个朋友，随即我便给他打了个电话。松哥，怎么想起来给小弟打电话了？哥有什么指示？老王，你最近还在倒腾车吗？我想买一辆库里南，你帮我找找。什么玩意？库里南？哥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这样，你给我一个账号，我先给你打100万的定金，你踏踏实实的去帮我找车。松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咱们这关系哪用得着定金？挂断电话之后，我便向老王发来的账户中转去100万。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。我把手里的原油全部出手，在日记本的帮助下狂赚了10个亿。这么多钱该怎么处理呢？对了，胡雪不是在银行上班吗？随后我便拨通了胡雪的电话。小雪，忙什么呢？上班呢，怎么啦，宋大帅哥？我想在你那办张卡，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过来吧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办银行卡呢？这不是钱太多了吗？另一张卡存满了。看你本事大的，还存满了，快来吧，再磨叽一会就下班了。随即我便挂断电话，带好自己的证件就走出了房门。哎，这没车是真不方便，看来在库里南道之前还是得买一辆代步车才行。此时的银行里，小雪的同事正在阴阳怪调的调侃她。呦呦呦，这是要接待大客户了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大家快来开开眼，胡雪的朋友说银行卡存满了，要来给他送点业绩。丽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朋友来找我办卡也是为了咱们银行。你快拉倒吧，我们银行可不缺那10块8块的。那也比某些靠关系进来的人强吧。胡雪和丽娜一直就不对付，胡雪是正经考试得到的工作，而丽娜是因为家里亲戚在这里存了2000万，才获得了这个工作岗位，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。都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上班时间都干嘛呢？丽娜一看行长过来了，马上就开始示弱。哎呦，李行长，你看胡雪，他又欺负我，差点就要打我了。胡雪，你也知道，丽娜的亲戚在我们这里有2000万的存款，这个是我做主，你给丽娜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胡雪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，这件事明明就是丽娜有错在先，最后还得自己给她道歉。她很想说一句我不干了，但是她的母亲生病在家，她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对不起。说完，胡雪就坐在椅子上默默掉起了眼泪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：胡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听到有人叫自己，硬是把眼泪给憋了回去。没什么。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其实我来了已经有一会儿了，刚才他们发生的冲突也听到了一点，没想到主角竟是胡雪。没事，刚才磕了一下。你不是要办卡吗？把证件给我，要不一会儿下班了。我也没再继续追问，把自己的证件交给了他。胡雪马上转身回到柜台里面。怎么突然想起来在我们这里开一张卡？我刚才电话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的钱太多，那个银行放不下，所以换个地方。胡雪一直以为我在逗他玩呢。你呀，就没个正形。我骗你干嘛？你自己查查余额就知道了。那我可真查了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晚上请我吃饭。
只见他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上面的数字，嘴中低声自言自语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居然是10位数！胡雪不可思议地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震撼。10个亿，真的是10个亿！你哪来的这些钱？不会是去抢银行了吧？抢银行？那银行也得有这么多钱才行啊！那这些钱是哪来的？你不是破产了吗？这都是王五传播的谣言，我根本就没有破产，卖房卖车也是为了筹集资金去做生意，而这10个亿就是回报。胡雪还是有些无法相信，于是我给他解释了半天，他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。那你来我们银行开卡，难道是想把这10个亿存到我们银行？我听说你们银行上班的都有拉存款的任务，我的钱放在哪里都是放，与其便宜了别人，不如帮你完成任务，没准还能给你升职加薪呢。看着胡雪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，我也就放下心来了。不过想要我在这里存下这10亿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，我去向领导申请。不需要请示领导，我要你告诉我，刚刚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胡雪看我态度坚决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。我没其他问题了，去告诉你们领导吧，去告诉他，你有一个朋友要在你们银行存10个亿。胡雪急匆匆的就从柜台里跑了出去。敢欺负我朋友，真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这边由于胡雪太激动，没有敲门就直接冲进了行长办公室，很不巧的看到丽娜衣衫不整的坐在沙发上。胡雪，你来干什么？没看到请勿打扰的牌子吗？行长，我有一个朋友想在咱们银行存一笔钱，因为数额过于巨大，所以过来跟您请示一下。如果存不了，我就让他换个地方。一旁的丽娜听到胡雪的话，又开始调侃：存钱，数额巨大，真是不怕人笑话。也不知道是谁，每个月30万的任务都完不成，还大额呢。那30-50万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胡雪根本没有理会丽娜，只是盯着李斯又问了一句：行长现在方便吗？如果不方便，我就让朋友先走了。李斯也不是第一天当领导了，不会轻易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。数额比较大，具体是多少？胡雪冷冷地说出一个数字：10个亿。10个也来跟我说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等等，你刚刚说的什么？你确定是10个亿，不是10万？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单位是亿，10个亿。顿时办公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，还是丽娜打破了平静。哈哈哈，你真是要笑死我了！你脑子没事吧？你怎么不说是10万亿呢？让你朋友把银行买下来送你得了，吹牛谁不会啊？闭上你的嘴，无知！行长，你看这笔钱能存吗？不能存的话，我就让他先走了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。胡雪将我要存款的事汇报给行长，没想到行长竟然不相信他。行长，你看这笔钱能存吗？存，当然能存。走，带我去见见你的朋友。说完，李斯一马当先的走出了办公室。您就是胡雪的朋友吧？听说您有一笔大业务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去我办公室吧。于是我便跟随李斯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。您请坐。听胡雪说您有一大笔款项，想要存在我们银行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只是不知道您这笔款项的具体数额是多少。我微微一笑，10个亿。听到这句话，李斯笑得都快合不拢嘴了。您这笔款项现在在哪里呢？这时胡雪递给他一个文件。行长，这是我刚才打印的，您看一下。李斯盯着手里的文件，发出一声惊呼：10位数，10个亿，居然真的有10个亿！丽娜也凑过去看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你们一定是为了帮胡雪出一口气，才演这么一出戏，我不信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那凉快哪待着去！得罪了宋先生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李斯看都没看丽娜一眼。李斯自己知道，以自己的身份，丽娜这种人，只要他想要，随时都能有。但是这10个亿的存单可就不一样了。宋先生，你的信息没有任何问题，马上可以在我们这边开户，把钱存进来。您看，已经快到下班点了，要不咱们抓紧时间，赶紧先把这事给办了。此时李斯那副谦卑的模样，与之前让胡雪道歉时的盛气凌人、颠倒黑白的嘴脸判若两人。而我则是气定神闲、云淡风轻的摇了摇头。先不急，有件事我想先问清楚，如果我将这10亿存在贵行，那贵行对我有没有什么特殊政策？有，当然有。只要您能存在我们这里，那么所有的待遇都是最高规格的。那些基础的收益就不说了，我们会给您开通一张至尊 VIP 黑卡，持有这张卡，宋先生可以享受全国超过100个钻石项目的高级 VIP 服务。听到这个条件，胡雪也是吃了一惊。天哪，这个黑卡可不一般，我听说持有这张卡的人全国都不超过200名。当然，作为宋先生的介绍人，
胡雪也会获得相应的奖励。他话刚说完，就拿出了手机，任命胡雪为他所在项目组的主任，立刻执行。同时，我也会向上级申请，将胡雪提拔为副行长。这句话才是真真正正的说到了我心坎里，因为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获得多大的好处，而是用这笔巨款给胡雪带来足够的利益。胡雪整个人都震惊麻了。这怎么能行？我才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，怎么可能胜任部门主任，甚至是副行长？就是，这怎么行？胡雪当副行长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李斯吓了一跳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再出声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随后李斯看向胡雪，宛如川剧变脸一般，瞬间就是笑容满面。胡雪呀，我一直非常看好你，我说你能胜任，你就一定能胜任。这样吧，只要今天宋先生能把手续办完，胡雪的升职命令明天一早就公示。宋先生，您看怎么样？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可以，李行长的条件我非常满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我听说今天胡雪被人欺负了，我想有些人是不是该对这件事有一个交代？听到我说的话，李斯瞬间一愣，他哪里敢想，一直以来毫无背景、人人都能欺负的胡雪，竟然冒出来一个拥有10亿现金的朋友。李斯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在我管理的地方，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，是我的失职。这样，我让丽娜在全体员工面前对胡雪郑重道歉。听到李斯的话，丽娜顿时嚷嚷起来：“想让我给胡雪道歉？不可能，做梦去吧！”她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对上了李斯犀利的目光，瞬间就一哆嗦。丽娜，如果不道歉，就立刻给我滚蛋！看着李斯那绝情的眼光，丽娜终究没有再说什么。她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份工作，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亲戚在这里有2000万的存款，而此时我却给银行带来10个亿，整整10个亿。16，谢谢你。你可别跟我说这些客套话，咱俩可是发小。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也爽快地兑现了承诺，将这10个亿授权给李斯去处理。做完这一切，也接近了胡雪的下班时间。我好久没见阿姨了，这里离你家也不远，正好我今天去探望一下她吧。好啊，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走，回家吃饭。经常熬夜加班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有一定的奇遇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无意间获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能力。我把10个亿全部存到了胡雪工作的银行，随后我便和胡雪一起回家。很快我们就到了胡雪家所在的小区，这是一栋30-40年前的老居民楼，环境很一般。胡雪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，胡雪当时就有点着急了，他马上打开了房门。妈，你在哪？结果找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胡雪母亲的身影。坏了，我妈肯定又犯病了，自己走出去了。她有老年痴呆，神志会经常变得不清楚，一个人跑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意外。别急，大白天不会有那么多危险的。阿姨有没有带手机？先打个电话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打通。胡雪这才如梦初醒一般，手忙脚乱地给自己的母亲打去电话，只是号码刚拨通，就听到手机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”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我马上向屋外走去。我们刚刚准备分头行动，胡雪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你好，我这里是新华路派出所，有一个走失的老人被送到了我们这里，他脖子上的挂牌写着这个手机号，请问你是他什么人？她是我妈，我马上赶过去。胡雪挂断电话后，我们2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派出所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好好待着，不要出门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可怎么办？胡雪的母亲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我女儿就要过生日了，我想出门给她买一个生日蛋糕。如果过生日没有蛋糕吃，我的小雪一定会很伤心的。姑娘，你能带我去买一个吗？好，我陪你去买蛋糕，我们这就去买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我莫名有些心酸。老年痴呆，学名叫做阿兹海默综合症，得了这种病的人，记忆力会缓缓衰退，从一开始的容易忘事到最后忘记所有人。这位阿姨既然有老年痴呆，那就需要安排专人进行看管。已经有太多的例子，有些病人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遇到危险，甚至丢掉生命。胡雪对民警千恩万谢，把阿姨从派出所里面领了出来。这时阿姨好像恢复了一些记忆。小雪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下班了吗？我们快回家吧。这时阿姨注意到了胡雪身边的我。这是你的朋友吗？长得真精神。小雪啊，妈身体不好，你可快点让妈抱上孙子。好不容易把母亲哄高兴，胡雪叹了口气。
今天这个情况，我就不留你吃饭了。等后面有空了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咱俩就别说见外的话了，你先把阿姨照顾好，有必要的话，这几天就别去上班了。李四不会为难你的。我也找朋友问问有没有治疗这个病比较好的手段，问好了我联系你。将胡雪和阿姨送到家门口后，我便转身离开了。我小时候没少麻烦阿姨，如今阿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子孙后代的世界能不能治疗阿兹海默症？想到这里，我便加快脚步往林雪家赶去。这时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。喂，16，我回家了，看你没在。这时我才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。我的钱到账了，我去了趟银行，把钱存好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哥有钱了，请你吃大餐。恭喜你啊！岂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？那我今天可要狠狠宰你一顿了。你在哪？我过去接你。经过了1个月的合租，我和林雪之间也熟悉了很多，说话的时候也经常会开玩笑。我将自己的位置告诉林雪之后，就挂断了电话，静静的等她的到来。没过多久，一辆粉色的车停在了我旁边，车窗落下，露出林雪精致的面庞。大帅哥，上车吧。我微微一笑，坐到了副驾驶上。16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吃什么都行，今天我请客，什么大餐随你点。嚯，既然你变成了土豪，那我可真的狠狠宰你一顿了。不过嘛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林雪突然有点惊讶。什么要求？只要这家店不是你家开的就行。哥有钱了，哥要结账。